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呢，我想给大家讲一个我自己非常想讲的内容，就是我发自内心有很多感慨的内容。那这个内容不是谁问我的，是我觉得真是一个让我觉得非常唏嘘的一个内容。什么呢？就是留学生从你考试开始，到你留学，到你到美国怎么样找到工作，到最后呢，你拿到绿卡，在美国有一个自己的这样一个合法的身份。那么前后这整个过程，我跟你讲，套用现在的一句流行话说叫什么呀？叫做我太难了，我太难了。这整条路上每一步都有大大小小的坑，非常非常的不容易。那我以前呢是这个 MBA 申请论坛 Chase Dream 的这个北美 MBA 版的版主，因此呢，我认识非常非常多的 MBA， 就是最近10年吧，每一届的 MBA 我都认识很多人，因此呢，我目睹了从头到尾这整个跨10年的整个这样一个过程。那很多人的故事呢，我都知道，所以呢，我觉得真的是让我感到非常的唏嘘。今天呢，和大家点评一下，从你留学考试到你留美拿到绿卡身份，整个这个过程里面各种挑战。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这个频道的话呢，我是 Big Joe， 我是 Google 的一个产品经理。那这个频道是关于产品经理、职业发展、个人成长这样的一个话题的频道。如果有兴趣，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哦。然后呢，如果你在 YouTube 上，请记得打开小铃铛。好，那首先呢，我想说的是怎么样呀？是不是选择留学，然后求职，然后怎么样留美拿到身份等等，这个呢是一个个人选择，倒没有说是对或者错。比如说，有的人他选择，大部分人在国内发展，有的人选择呢到美国来留学或者下国来留学，然后马上怎么样呀回中国去发展。也有人选择怎么样，在美国留学之后工作，不一定要拿到美国身份，只是攒一点工作经验，然后再回国发展。也有人怎么样呀，选择最终留在美国，拿到美国身份等等。这个呢是个人的一个选择。那我想讲的是呢，如果呢这样一个人从他一开始，从他留学的时候，从他申请开始到最后拿到整个身份，他如果选择了这样一条路，那么这条路是一个相当有意思、相当有挑战的一条路。那有哪些坑呢？第一条怎么样呀？就是考试不过。不管你申请 MBA 还是申请别的专业，比如你大学生也好，什么也好，考试永远是你的第一关。一般来说，比如说 MBA 要考 GMAT， 要考托福，那其他的专业有的要考 GRE， 有的考 SAT， 有的要考 LSAT 等等之类各种各样不同的考试。那我记得当年我们申请 MBA 的时候，很多同学啊，这个万事俱备，到最后就只剩考试，就是他这个考试怎么也考不出来 ，GMAT 怎么也考不了700分，托福怎么也考不了100分，他 S 也写了，选校也做了，什么最后就是考试那个地方一直考不出来。这个呢，真的是一个，就一开始的时候大家觉得是一个巨大的大坑，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这个坑太难了，哎呀，这个 GMAT 怎么这么难啊？那现在我觉得GMAT 可能是这里面最简单的一个坑，那后面一个坑比一个坑难。好，这第一个就是怎么样呀？考试不过，这是一个第一个大坑。第二个大坑是什么呢？是不能坚持申请。就是当年呢，我们申请 MBA 的时候，我相信别的专业也一样，会有很多人在那吼说我要申请，我要去美国，我要怎样。最后呢，实际上坚持申请完了的人，就我从我自己的经验来看，可能大概是1/3吧。就是比如说，如果你现在是比如如果你是 MBA 申请人你现在去参加那个 MBA 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宣讲会，对吧？不是很多人在下面这个听什么之类的，那些人我跟你说，大概1/3的人会是真的会把这个事情走完，因为这个过程非常的累，非常辛苦，尤其是在职如果你是学生还稍微好一点，在职那是非常辛苦的。那你又要考试，又要写 essay， 搞推荐信、选校等等这各种各样的事情，哇，那时候写 essay 那叫一个辛苦啊。那其他的专业可能叫 statement， 对吧？就是你要写一个文书什么的，哇，这个是很花力气啊。当年我升 MBA 写了60多版的 essay 那个时候我记得早上经常是7点钟写 essay， 写，然后写到上班时间就上班去，然后晚上呢下了班还继续怎么样，有时候加班，加完之后还继续写 essay， 写到晚上11、12点、1点、2点，因为你是在职的，你这个时间是非常不够的，对吧？所以这个当时整个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时我们考完 GMAT 的时候觉得终于可以轻松了。结果到底写 essay 申请的时候发现，我靠，跟 GMAT 比起来，这个坑更大呀。然后我们觉得那我们考上就好了这就依然是一个谎言，因为你知道考上之后怎么样，后面的坑更大，马上就来。
好，那么接下来呢，大部分人呢就投入这个简历，刚才讲了1/3人投出去这个申请之后呢，很多人拿不到好的 offer， 他非常郁闷。那有人拿到了，那假设你拿到了，好，你就怎么样呀？远赴重洋。那首先呢，这里还有一个学生签证的问题，但学生签证现在不是个大问题，大部分人还是可以拿到学生签证的。那到美国来之后，你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大坑，什么呢？就是不适应美国生活。尤其是你长期在中国长大的，就比如像我这样，对吧？也有很多其他的，比如大学生在中国读的，再到美国来念书的，不适应美国生活。那你那时候突然发现自己怎么样？托福考了100多分，110多分，基本跟没学过一样，对，讲什么都听不懂。对，很多事情就是人家讲的是你拆的每个词儿都明白，但实际讲起来完全不明白什么事儿。然后美国同学跟你一起玩吧，很多东西不知道玩什么。对，我们记得当时来玩的时候，对吧？很多中国同学，对，大家自个儿还能玩一玩，还能够比如说去唱卡拉 OK 啊，可以去那时候流行打三国杀啊什么这。然后你跟美国同学呢，很多时候你就不知道说什么。就是你跟他没有什么话题可讲，然后他们呢各种玩的事儿呢，你也觉得看不太明白。就比如说我刚来美国读 MBA 的时候，美国人呢特别喜欢 party， 他们搞一个大的房间，对吧？有一些酒水啊什么的。然后这个活动呢就没有任何组织，就也没有主持人，里面也没有任何的内容，也没有什么，就是我自己总结叫4个字，叫什么呢？叫喝酒扯淡。喝酒扯淡，就是一个人一杯酒，跟这个人说2句话，咕噜咕噜咕噜这样，再跟那个人说2句话，咕噜咕噜咕噜。然后呢，有些东西呢，我也不明白，就比如说有的时候在那种喝酒的场合啊，有那种这个斜坡，这边一个斜坡，这边一个斜坡，然后2个斜坡上放2个洞，对吧？然后有个沙包，从这个斜坡的扔到那个斜坡洞里面去，然后那个人就把这个沙包从这个斜坡扔到那个斜坡洞里去。然后我觉得这个有什么好玩的？这个到底好玩在何处，对吧？我真的是不理解，真的不理解。还有一些什么喝酒的游戏啊，什么一个桌子上对吧，放一些杯子，杯子里放啤酒，然后拿个乒乓球对吧，往那个杯子里扔，然后谁怎么样呀，就喝酒什么的。反正是真的是长期觉得不知道是这个什么好玩的，所以你会觉得这个融入和美国同学的这个生活本身是一个非常大的大坑，然后你经常会有一种就是这个身在异乡的感觉，这种感觉其实挺不好的，其实非常非常压抑的这种感觉。然后呢，美国生活不适应这个大坑过了以后呢，还有一个超级大坑，这个是大坑，可能是这个横贯这个前后一个大坑，什么大坑呢？就是找工作。那从你一开始找实习到最后呢找全职的工作，由于呢你是国际学生，那么你是需要怎么样呀？公司给你赞助签证，我们叫 sponsor visa，sponsor 你的 H1B visa。那这个事情呢，现在是越来越难。很多的公司它完全不愿意给你赞助你的签证。很多以前愿意赞助签证的公司，逐渐不再愿意。很多以前怎么样呀赞助的签证的职位怎么样，逐渐不再赞助。那你要不断的去说服这个公司说，就是你要去让他去雇佣你。大家想想看哈，就你需要工作签证这件事情本身就已经是一个我们叫 uphill battle 了，就是你已经在跟别人比起来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劣势了。然后呢，你又在异乡，你英语也没人说得好，你还要去说服别人要选择你而不是选择一个美国人。那你想想看，这是一个多么不容易的一个事情。这个里面呢是可以说是前后怎么样，前赴后继，大量的人在里面。我自己当时找工作的感觉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 suffer， 很多个晚上怎么样都睡不着觉。那所有的来美国留学的人，就没有人在美国找工作非常顺利的，我就从来没见过。大量的人都是拿着大量拒信，然后最后好不容易找了一份工作，自己理想。当然也有最后怎么样实在留不下来的，找不到理想工作的，怎么样呀，非常非常不容易。然后呢，你要知道为什么公司不愿意招聘外国的员工像你这样的，除了个人能力之外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还有一个大坑什么呢？就是 H1B 抽签。就是现在呢，美国的政策是这样，就是它的总的工作签证是有限的。那么如果你想要公司给你申请这个签证呢，那么最后如果人数超过这个数量，就必须要通过抽签的方式来决定谁拿到签证，谁不拿到签证。那从公司角度来说，我招了一个你之后，如果你没有抽到签，那怎么办？那我岂不是怎么样冒了一个很大的风险？所以这个呢，公司呢确实是现在越来越谨慎。那对于这个我们留学生来说呢，这个难点就在于，你好不容易，这么多年从你考试到申请到找工作，这么多难题都过去了，最后拿不拿到签证，谁决定？老天决定，抽签决定，不在你控制范围内啊！这种感觉其实是非常非常糟糕，非常非常糟糕。好，就算你怎么样运气很好啊，你抽中了，后面还有一个坑，什么呢？从去年开始，
很多的 H1B 还被拒绝了。就政府都不给你这个签证，他查来查了，发现你不符合要求。其实以前 H1B 还是比较容易批准的，那从去年开始呢，整个呢就变得非常非常严格，现在非常非常严格，所以呢就越来越难，就很多人会不被批准。那如果你是抽签没有抽中或被拒绝了，那这个时候你会掉到这个坑的坑底去了，然后你想办法爬出来。比如说有的人会说，哎呀，我以前不是 STEM 的专业，我要不再去读个 STEM 专业吧，因为 STEM 专业有3年 OPT， 那这样的话从抽签角度来说会有更好的一个机会，对，就还有重新去读一个学位。还有的人呢，他会去怎么样呀？去跟公司交涉，因为有的公司可以把你派到海外的办公室去，然后以后再把你派回来，对吧？那这个呢又会去公司这样的一个交涉的这样一个过程，也非常非常不容易。还有一些人呢，为了继续在这公司工作，他采取了一些怎么学位挂靠的这样一些方式，虽然我们非常不推荐这种做法啊，那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过程。总之，你掉这坑里去，你还得想自己怎么从坑里爬出来啊，很不容易。然后呢，你不要以为你拿了 H1B 你就万事大吉了，后面还有呢。H1B 是一个临时工作签证，那么如果你6年之内没有开始申请绿卡的话，你 H1B 就用完了，你就必须要离开美国，就必须去别的国家，比如回中国去。所以呢，你还要想到找到雇主给你办绿卡。那有些提供 H1B 的雇主，他其实是不想给你办绿卡的，那这个时候你就想说，那我得赶紧去从这里跳走，在我6年的这个用完之前，找到一个愿意给我办绿卡的公司。那有的公司呢说，哎，我愿意给你办绿卡，但是怎么样？不是现在。比如说你在我这工作3年、4年、5年以后，如果你表现好的话呢，怎么样我就给你办。哎，那且不说哈，5年以后再给你办，这都多久以后的事儿了，对不对？那你自己的这个时候会非常矛盾，我到底待在这儿呢，还是不待在这儿？我待在这儿呢，我风险也很大呀，万一5年后他不给我办呢？但是呢，他现在又给了我这么一个承诺，那是不是在这继续坚持一下呢？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难题。好，假设公司给你办绿卡了，办完之后你就不要以为万事大吉了，还有一个事叫什么呢？叫绿卡排期。那现在呢，要排好久才能排到你去面试呢。那这个里面麻烦点在什么呢？就很多人啊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这公司啊他不是很喜欢，比如说工作性质也不喜欢，工作的发展前途也不是很好，或者老板啊、经理啊、团队啊对他的这个也不是非常的友善等等之类的。他其实想走，但是由于他在绿卡排期，在某一个阶段之前他不能走，他走了他就怎么样呀？就前功尽弃，所以他不得不忍在那个地方，想要换工作，但是因为绿卡排期被卡住，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大坑。然后怎么样啊？终于你那个绿卡的这个面试通过，拿到绿卡，然后你想换工作，想干嘛？那从头到尾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贼船，从你考试那天开始，然后你老觉得这个 GMAT 的考试很难嘛，对吧？后来会发现申请比考试更难，后面会发现找工作比申请和考试都难，就一步比一步难，这样像贼船一样，你上了基本上就下不来了，下来。所以呢，怎么样？这是一个非常艰难，但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过程。我刚才讲的呢，还是怎么样？还是我们叫做一个主线剧情、主线坑，就像一个打游戏有主线，这个从一开始申请到做找工作、签证、绿卡，还有一些什么呢？支线坑。那见过支线坑很多，比如说常见的支线坑啊，第一个支线坑是什么呢？是这个你在美国奋斗，然后你家父母在中国突然重病，怎么办？那你在美国的 offer 是要是不要，你好不容易这么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你是不是要回国去照顾父母？那你是不是前功尽弃啊？这是一个支线坑。还有支线坑是什么呢？在美国怎么样呀？工作不好找呀，压力过大呀，或者是长期怎么样？这个分隔两地啊，最后对象怎么样吹了？那这个非常常见。还有什么支线坑呢？就是比如说你们这个本来是工作挺好的，公司突然怎么样呀？裁员。公司一旦裁员，如果你是 H1B 状态的话，你必须马上找工作，你的时间非常非常短，在短期内找不到工作，你就必须要怎么样？就必须走人，也是前功尽弃。所以呢，这个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主线坑，也有怎么样呢？支线坑，各种坑。那我今天讲这个呢，真的是不吐不快，因为我手上呢有很多微信群，我有什么考试群，有申请群，有什么找工作群，有抽签群，有什么绿卡申请群啊，我有很多群，然后我就看到啊，每年横跨多少届的人在整个这条贼船上走着，我看到过很多这样的故事，我觉得呢他们非常的厉害，非常的了不起，因为这里面很多事情非常非常难，真正走过整个过程的人才会知道这是一个多么艰辛的一个事情。
这些人是多么的坚强，他们突破了多少的困难，最后达到了他们想要达到的事情，真的是一个勇士。这每一步都是坑，每一步都有人掉下去，然后呢，最终走到底的人真的非常了不起，非常了不起。那我做这个视频呢，不是为了怎么样呀，不是为了劝退你们，不是为了劝退那些还没有来美国的人。我想告诉你，第一，如果你是想要走这条路的，那么你要知道 what to expect。那么这条路上的坑是非常多的，而且坑是非常大的，非常大的，而且是一个比一个大。第二个，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做到了，很多人走完了整条路的过程。那群里几百个人、几千个人，那么多人，对吧？全部走完这个过程，最终怎么样呀？获得成功，或者他们也许过程中有非常多的痛苦，但是他们最终都做到了，做到了。怎么说呢？上了这个贼船，这个日子人生啊就不简单，哦！不要以为你拿了绿卡后人生就轻松，没有那么回事的。就以我们 MBA 为例，MBA 毕业之后呢，都是拿10几万的年薪。你以为这些人雇佣你来给你这么多的年薪是随便乱做的事情的吗？对吧？不管是咨询还是投行还是别的企业的项目，压力都是很大的，对你的要求都是很高的。所以你上了这个贼船之后，你就是不会轻松的，这日子不会容易的，不会容易的。但是呢，如果你觉得这是你选择的道路，如果你觉得这对你来说是最好的道路，那么怎么样？我祝福你，而且我呢，怎么样呀？对走完这条道路的人，我怎么样？非常非常的欣赏，我觉得他们都是勇士，他们都非常的了不起，非常了不起。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个地方。今天节目好像是有点完全就是没有任何的主题，跟产品经理没有关系。但是我觉得我真的很想讲我的这样一个看法，因为我对整个这个事情我看到的故事实在太多，有太多的感想想要去分享给大家。那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你是不是也在这个流程中？那么如果你在这个流程中，你现在处于哪个阶段？你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然后你也可以告诉我你的一些想法。然后呢，如果你喜欢我们这个频道呢，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那我们下期再见。